地球上的石油到底还能用多久？小时候，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地球上的石油最多还能用30年。后来长大一点，又有人告诉我们，不是30年，而是50年。可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石油不仅没有用完，全球每天依然要消耗超过1亿桶石油。根据国际能源署 IEA 和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的最新统计，全球石油消费量至今仍处于历史高位。同样是地球上的石油，为什么答案一直在变？难道过去的科学家都算错了吗？还是有人故意夸大了石油危机？今天我们就来认真聊聊这个问题。如果你现在去网上搜索石油还能用多久，你会发现各种截然不同的答案。有人说40多年，有人说50多年，有人说100多年，还有人直接断言石油其实是可再生的，根本用不完。这些说法到底谁对谁错呢？如果今天我告诉你，目前科学界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还能用多少年的答案，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难道连科学家都不知道地下还剩多少石油吗？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个很多人都会忽略的现象。假设有一个装着100升水的大水缸，每天放掉1升水，而且永远不往里面加水。那么100天以后，水一定会放完。很多人就是用这样的思路去理解石油。地下有多少石油，今天采一点，明天采一点，总有一天会归零。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现实中的石油从来都不是这样计算的。因为直到今天，人类仍然不知道地球究竟拥有多少石油资源。注意，不是科学家能力不够，而是谁也不可能把整个地球钻个遍。石油埋藏在地下几百米、几千米，甚至更深的位置。只有经过地震勘探、钻井取样等复杂工作，才能确认那里到底有没有石油，又有多少石油。因此，地球真正拥有多少石油资源，至今仍然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数字。而这时候，就必须区分两个很多人经常混淆的概念，一个叫石油资源，另一个叫石油储量。很多新闻都会说，按照目前的储量，全球石油还能使用几十年。不少人看到这里，就以为这个数字代表了地球全部的石油。其实完全不是。根据英国能源研究院 Energy Institute 每年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所谓已探明石油储量，指的是已经发现，并且在当前技术和经济条件下，被认为具有商业开采价值的那部分石油。换句话说，它并不是地下所有的石油，那些还没有发现的油田，已经发现但目前技术还采不了的资源，或者开采成本过高，暂时不具备经济价值的石油，都不会算进这个数字。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座巨大的矿山。我们知道矿山里还有很多矿石，但真正能够立刻开采出来卖钱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石油也是一样。也正因为如此，储量从来都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字，它一直都在变化。举个例子，如果今天科学家在深海发现了一座大型油田，那么全球石油储量会不会增加？当然会。再比如，过去一块油田因为开采成本太高，没人愿意开发。后来新技术出现，开采成本大幅下降，这块油田是不是又重新变成了可采储量？答案依然是会。于是，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现象出现了。虽然人类每天都在大量消耗石油，但全球公布的石油储量却并不一定越来越少，有时候反而会增加。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前很多人说石油还能用30年，而几十年后的今天又有人说还能用几十年。并不是那几十年的石油没有被消耗，而是在消耗石油的同时，人类也在不断发现新的油田，不断提高开采技术，不断把过去采不了或者不值得采的资源变成真正能够利用的储量。于是很多人小时候听到的那个30年并不是一场骗局，真正被误解的其实是还能用30年这句话本身。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储量一直都在增加，是不是意味着地球上的石油真的永远都采不完？网络上那些石油是可再生资源，石油会源源不断生成的说法，又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先说结论，网络上流传的石油根本用不完，并不符合目前地质学和能源科学的主流观点。但石油马上就要采光了，同样也不是今天国际能源领域的主流判断。真正符合目前科学研究的答案应该是，石油是一种有限资源，但还能用多少年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数字。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决定这个数字的从来都不只是地下有没有石油，还有技术、经济以及人类未来的需求。首先是技术。20世纪，人类主要开采的是容易发现、容易开采的常规油田。可后来，深海钻井、水平钻井、水力压裂等技术不断成熟，很多过去被认为无法利用的资源开始变成重要的石油来源。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页岩油革命，过去这些岩层里的石油几乎采不出来，如今却让美国重新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产油国之一。地下的石油并没有突然变多，真正改变的是人类获取它的能力。其次是经济。假设地下有一块油田，开采一桶石油需要80美元。如果国际油价只有50美元，那么继续开采就是亏本。这片油田通常不会被统计为具有商业价值的储量。但如果未来油价上涨，或者新技术让成本降到40美元，它又会重新进入储量统计。所以储量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地质概念，它还是一个经济概念。也正因为如此，每年公布的全球石油储量都可能发生变化。根据英国能源研究院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在过去几十年并没有随着持续开采而简单的一路下降，反而因为新的发现、技术进步和储量修正，多次出现增长。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前说还能用30年，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有人说还能用几十年。真正不断变化的，并不是地球重新长出了石油，而是人类不断重新定义了哪些石油能够开采。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石油真的永远采不完？答案依然是否定的。目前主流地质学认为，今天绝大多数正在开采的石油形成于数千万年至数亿年前。远古海洋中的藻类、浮游生物和其他有机物沉积到海底，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经过高温、高压等作用，才逐渐形成今天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个过程需要的是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的时间。虽然地球今天依然可能在极少数地区形成新的油气资源，但形成速度与人类如今的消耗速度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从人类文明的时间尺度来看，石油仍然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不过，真正有意思的变化其实发生在最近几年。过去，能源领域讨论最多的是一个词——石油峰值，意思是担心有一天全球石油产量达到最高点后开始不断下降。但现在，越来越多国际能源机构开始把目光转向另一个问题，不是还能生产多少石油，而是未来还需要多少石油。国际能源署近年的研究认为，未来石油需求将越来越受到新能源汽车、能源效率提升、可再生能源以及各国能源政策的影响。不同政策情景下，全球石油需求峰值出现的时间也可能不同。换句话说，未来真正改变石油命运的，未必是最后一口油井被抽干，也可能是在它还没有采完之前，人类已经逐渐找到更多替代它的方法。所以再回到最初那个问题，小时候说石油还能用30年，为什么30年过去了，石油还没有用完？答案不是当年的科学家算错了，而是我们误把一个会不断更新的统计数字当成了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倒计时。石油终究是有限资源，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真正没有标准答案的是未来的人类还会需要多少石油。也许很多年以后，当后人回望今天，他们讨论的已经不是石油有没有烧完，而是人类为什么会把一种需要几千万年甚至几亿年才能形成的珍贵资源，仅仅当作一种燃料，一把火烧掉。这里是宇宙之思，宇宙很大，人类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们从未停步。